华雷斯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万隆店的大名，他早就已经如雷贯耳了。就算是把墨西哥最强大的犯罪集团拉出来，也不可能是万隆店的对手，因为万隆店所有的成员都是训练有素的精兵，而且其中不乏一些顶尖的高手。曾几何时，墨西哥那些顶级犯罪集团的老大们都以万隆店为自己的榜样，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支像万隆店这样强大的佣兵团队。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和万隆店差出10万8千里，根本不可能望其项背。于是许多大集团的老大甚至开出极其丰厚的价码，并且以极其谦卑的姿态，希望能够请到万隆店的高手为他们培训手下的士兵。但是万隆店一直都不跟这种集团打交道，所以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哪怕是墨西哥最大的毒枭亲自出面，也依旧请不动万隆店。而越是这样，万隆店在墨西哥的名声就越大。在华雷斯心中，万隆店就是如同神一般的存在。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名叫叶晨的年轻人竟然就是万隆店的主人。怪不得他能拥有黑金卡，光是万隆店的价值恐怕就得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而他更想不到的是，今日自己的手下竟然会被大名鼎鼎的万隆店尽数全歼。惶恐至极的他下意识地问叶晨，我们疯狂华雷斯一向都非常尊重万隆店，可是我想不明白，我与万隆店无冤无仇，万隆店为何要杀我200多名弟兄？叶晨冷笑一声，开口道，我刚才说过了，你们无一例外全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辈，杀你们那就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华雷斯心中不甘，脱口质问道，在墨西哥罪大恶极的犯罪集团不止我们一个，你为什么不去针对那些实力最强的，偏偏要针对我们疯狂华雷斯？难道你们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也要挑实力差的下手吗？叶晨哼笑一声，看着他问道，还跟我玩起道德绑架了？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我问你，梅玉珍是不是你们的人？梅玉珍，华雷斯忽然想起，马奎在跟自己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就曾在电话里表露，叶晨之前曾经考察过梅玉珍。现在又听叶晨提到梅玉珍的名字，华雷斯连忙说道，梅玉珍只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外围成员。叶晨问他，外围成员就不是成员了？我在问你，梅玉珍在美国诱骗同胞帮他运送的那些违禁品是不是你的？华雷斯下意识地狡辩道，不是我的。不说实话，叶晨冷哼一声，对万破军说道，破军，废掉他2条腿。不得华雷斯回过神来，万破军二话不说，抬起枪便以极快的速度连开2枪。华雷斯只觉得双膝一阵剧痛，低头一看，2条腿的膝盖都已经被子弹彻底打碎。剧痛让他几乎当场昏厥过去，却又让他立刻从昏厥的边缘恢复清醒。难以抑制的疼痛让他整个人崩溃地大叫起来。而叶晨此时却看着他，冷声说道，如果你再发出那种像杀猪一样的声音，我就让人把你裤裆里那玩意也给打碎。华雷斯一听这话，顿时吓得浑身剧颤，随后强迫自己闭上了嘴。叶晨这个时候看着他，继续说道，我再问你一遍，梅玉珍手里那些货是不是你的？华雷斯此时强忍着剧痛，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断地向下流淌，甚至在他的下巴处汇成了一条涓涓不止的溪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命根子，他只能承认到是我的。叶晨点了点头，又问他，我在问你，梅玉珍从美国骗来墨西哥打工的人
是不是被你们带到这里取走了器官，随后杀掉？华雷斯原本的第一念头还是否认，可是转念一想，对方都已经杀到手术室来了，自己这时候要是还敢狡辩，那岂不是找死的吗？于是他只能紧张地说道：是的。好，叶晨笑了笑，继续说道：就在前2天，梅玉珍又骗了一个华夏同胞，让对方从机场帮他带了一批违禁品，但是很不巧，那个华夏同胞没等飞机起飞就被美国海关和警察抓住了。这件事你知道吧？华雷斯凡是知道这件事情，因为那一次他损失了5公斤的货，着实让他肉疼了一整夜。可是他实在想不通，这件事情跟叶晨能有什么关系？叶晨毕竟是拥有黑金卡的人，而且他还是整个万龙殿的主人，这种人的高度已然能算得上是世界之巅，怎么会跟梅玉珍扯上关系？想到这，他忍不住问叶先生：你都是万龙殿的主人了，又何苦因为这点小事来为难我们这些小帮派？叶晨冷笑一声，一字一句地说道：不妨告诉你，那个被梅玉珍利用携带违禁品坐飞机的女人就是我的岳母。啊！华雷斯此刻只感觉五雷轰顶，让他在这里想上10年、20年，他也想不到那个梅玉珍竟然能把叶晨这种大人物的岳母给骗去当了骡子。怪不得叶晨拥有如此实力，却还要灭掉他们一个仅有200多人的墨西哥犯罪集团。原来自己的手下竟一不小心惹到了叶晨的岳母。一旁的马奎也是吓傻了，他眼见万龙殿杀了自己这么多同僚，吓得赶紧跪在地上，哭着哀求叶晨道：叶先生，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参与，都是那个梅玉珍自己瞎搞的，求您看得大家都是同胞的份上，饶我一条狗命吧。同胞？叶晨不屑地问道：你们不是专门坑害同胞吗？这些年死在你们手里的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你们自己统计过吗？马奎慌乱无比地说道：叶先生，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这些事情都是华雷斯逼着我们做的，而且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出去骗过同胞，都是梅玉珍他们去把人骗过来的。叶晨看着他，冷声道：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狡辩，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罢，他看向万破军，吩咐道：破军，给我打断他的手脚。万破军面无表情的抬枪便射，一瞬间打出4发子弹，而这4发威力十足的子弹直接将马奎的手腕、脚腕打成一滩骨泥，等于7根切断。